那些我们以为早忘了的事，其实还在心里作祟。张宇正准备进会议室开一场简报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明明内容早已准备好，却还是觉得莫名紧张，甚至手心冒汗，心跳加快。他的同事拍拍他肩膀，你不是准备很充足吗？你到底在怕什么？张宇也想问自己，对啊，我到底在怕什么啊？直到他看到坐在会议室角落的那位主管，冷冷的表情，不发一语的样子，突然像一把开关，打开了记忆的暗门。那是跟高中时的班导师一模一样的表情。那个曾经当众贬低他，这种程度还想考第一志愿，别做梦了。他以为自己早就忘了，但今天的手汗似乎正在告诉他，你没忘，你只是压下来了。情绪不是现在的事，而是过去没处理完的东西。我们常以为今天的怒气、焦虑、恐惧是因为今天发生了什么，但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人最大的情绪困扰往往不是眼前的事件，而是它唤起的过去伤痕。就像藏在墙角的地雷，不会主动爆炸，但有人踩到就炸。我们以为忘了，其实只是封存了，它没消失，只是潜伏，等一个看似无关的瞬间再次现身。 Case Linda 的眼泪。Linda 在百货公司买到一条打了5折的洋装，原本开心的不行，但一回到家，她就觉得不对劲。她拿起洋装又放下，拿起又放下，最后竟然坐在沙发上大哭起来，连她老公都吓了一跳。买东西有必要哭吗？ Linda 自己也说不上来，后来她才慢慢理清，那条洋装的剪裁跟她高中毕业典礼那天穿的一模一样。那天她的妈妈因为工作无法出席，只派了爸爸来，但爸爸全程低头滑手机，连合照都没拍一张。那天她觉得自己不重要，不值得被记得，不值得被肯定。她以为早就放下了，毕竟那只是件衣服而已，但身体记得，潜意识记得，当年那种被忽视的痛，就这么随着洋装再度爆出来。情绪套路1，潜伏式的未爆弹。潜伏性情绪最擅长躲藏，它们不像生气或愤怒那样外显，而是化身成疲倦、冷漠、易怒、过度敏感。你以为自己最近只是有点累，其实是很多未处理完的情绪悄悄回来作祟。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潜伏套路。1. 情绪替身，明明是委屈，却爆发成怒气。有时候你在吵架中突然情绪失控，其实不是因为对方那句话，而是那句话让你想起了某个人曾这样对你说过，可能是父母、老师、前任，甚至你自己。你不是在对眼前这个人吼，而是对那个你已经以为忘了的他。2. 超反应，别人只是提个建议，你却觉得被否定。这类人很容易被建议刺伤，因为过去曾经被长期贬低过。你的自尊是用尽全力才撑起来的玻璃塔，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强烈反应。你以为自己只是敏感，其实你一直在努力保护那个曾经很脆弱的自己。 Case Kevin 的怒吼。 Kevin 是2个孩子的爸爸，他一直想当个温柔型老爸，但每次孩子一吵架一哭闹，他就暴怒。有一次他居然对着5岁的儿子怒吼，闭嘴，你再哭我就不理你了。事后他极度懊悔，因为他根本不想这样，
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探索，他才意识到，他小时候一哭，爸爸就会骂他，像女生一样丢脸。妈妈则转身走开，由他一个人处理情绪。所以现在当孩子一哭，他不是不耐烦，而是痛，那是他自己当年无法发出的哭声。他不是在吼孩子，是在吼自己曾经那个无助又被忽视的自己。情绪套路2，我们误会了放下这件事。很多人说，那都过去了，别想了。这话乍听有道理，但事实上，真正过去的东西不会控制你现在的反应，会控制的是你以为过去其实没处理的那一块。放下不是时间久了就自动发生，它更像是你得走回去，看看你当年放在哪里，然后用现在的你去理解、拥抱、重新命名当时的情绪，不然他就会以为你还没准备好，继续潜伏在你生活的各个角落。结语，我们要学的不是遗忘，而是辨认。真正成熟的情绪不是没有创伤，而是懂得察觉这次的情绪是现在的反应，还是过去的阴影。有时候一个早以为忘了的眼神，一句话，一种场景，会让你突然鼻酸，突然无法呼吸，甚至不明原因的掉眼泪。那不是你脆弱，而是你身体还记得，心里的你还没说完。所以下一次情绪突然强烈来袭时，先别急着压下去或撑过去，试着问问自己，这是现在的事，还是以前没被好好处理的痛？情绪的套路最擅长伪装成当下，而我们要学会当一名拆弹专家，不是不踩雷，而是认出那颗雷其实早在我们心里等着被看见。